电器我觉得最哭爸的就是这个，然后坊间还一堆人在教，这很危险的事情。这东西是这样哦，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艺术灯、造型灯哦，通常会用在餐厅哦，餐厅的部分，餐厅不是会吊3盏吗？漂亮的那种，对，现在流行什么云朵灯啊或什么的。OK， 好，那种漂亮的灯在台湾买设计款都很贵，所以他们都会去淘宝买。可是淘宝哦，中国哦，他们是220的电，所以会需要什么改电，把它改成接110的电，它也会亮哦。所以你在下单的时候，你要跟对面的那个淘宝店家的客服讲说你要改成110的电，然后他就改给你了，然后就这样给你运来了。OK， 好，我认为这件事情问题很大哦，问题很大，大在哪里？他有过电检吗？没有他也不知道怎么改的反正他就是改个110的给你啊。那之后啊，这又是你出租的房子哦，之后烧掉烧起来算谁的？对啊所以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有便宜的淘宝可以去用，但是我都不喜欢，尤其是电器我尽量还是选台湾，就是我就怕到时候出什么大事嘛。你东西跟人家买几百块的灯，你还要让他赔你一间房子，怎么可能？然后他说那个改电就帮你改了，我觉得不对了怎样看都不对了。预售屋可以不装潢就出租吗？用这一招不用找装潢师傅也能拉高租金。先说结论我不建议你不装潢不整理你就空屋出租很容易会发生租不掉的情况，因为你是预售交屋啊，这个原因我后面讲，不然你就是要租得很便宜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盖了多少户社宅，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预售屋可以不装潢就出租吗？这是来聊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那会员的情况是这样他买的预售屋下个月还是下个月反正就是要交屋了，然后他就问说可不可以直接出租这样。那他来问我说能不能交屋以后空屋什么都不做，就都用建商留的，然后直接就来出租，然后问我推荐要不要这样子做好，先说结论，我不建议，而且通常你也没办法那么顺利原因是这样，就是现在预售屋很容易有问题，你不觉得吗？真的很容易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做的做法比较不细致，可是他是合法的，然后就大家在那边生气这样。像是我以前讲过的大梁贯穿整个卧室他不是说什么像以前中古屋以前建商房子在不好卖的时候，然后想办法有梁啊柱啊跟你藏在边边嘛没有，他现在就是直接跟人家中间横过去这样，对正中间贯穿那风水不是说不能压梁吗？他管你的，那你也避不开。还有现在很常见的是什么？管线到处乱窜，像这张图这张图真的是不好找啊！你看一下就这种管线就这样子串，这个已经算运气很好的了它是给它开在窗户旁边所以你可以无视它或是怎样但更多是怎样，像直接就串在客厅或厨房那你知道怎么无视？你要处理就很难处理然后管线里面。这管线怕什么？怕有异音，跟什么？怕它很大只。什么叫做大只的管线我个人认为在居家里头会看到最大只的管线是那个厨房抽油烟机的排烟管。排烟管我八卦的时候来讲，那真的很靠北的一件事。而且你知道，你去跟建商吵这个你不会赢的因为它合法它不算是瑕疵。你的房屋它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嘛，所以不影响其居住之功能，所以建商他不会理你，而且他敢这样交屋给你他后续的准备都做好了。好，那这个就是我讲的你不装潢你就很难出租的原因。只要你遇到管线乱窜，你只能够考虑包天花板。你不要想说那我来漆一个什么颜色让它变成工业风或是什么，没有不行，但是那个很看人品，就是你拿到的那一间的管线长怎样通常都是没办法这样子简单就交代过去的。不然你租客来看的时候他就不想租，为什么？因为你是预售案交屋，你那一大栋都在出租，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对手是多的。然后你要知道你会遇到的情况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以外，你会遇到的情况就是你交屋的时候会同时出现一堆破坏行情的人他们也都是投资客啦，他们就是买来放生出租那他们的放生出租就跟你不一样，他们这是原屋出租然后租金叫做有收就好没有在跟你算投报率的他的那个就乱开2房1厅1卫的大概开2万块，他就给你16000不是给你17000，就这样都这样搞为什么？因为他们那种人就是觉得有钱进来就好，然后他完全不想管那个房子人家住的怎么样，反正就是空屋，能接受就接受，我都没整理我也没家具，我也没家电没关系反正就是放的顶多我装个冷气，
然后我就便宜要租哦，就这样。然后那个冷气也都选那种便宜，你会被一堆这样子的屋主去扯后腿就对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出租哦，你又空屋，你就变成说，除非跟他们一样便宜，不然你很难租，因为租得很慢啊。所以我会建议你，至少你要怎样包天花板哦，然后墙壁哦，就油漆那边看你要不要跳个色哦，就可能电视墙那一面跳个色，是稍微弄一下都好，你不要直接出租。你空屋哦，那个是两个市场，就有整理没整理是两个市场。你没整理的话，你就要去那个低价的市场在那边打转。你想我不是新房，中的租金拿不高，不是，是因为同时间有太多人在那边乱搞。那你要租，你还是可以租啦，你要空屋租就租啊，跟对方讲好打个长约，然后租金你收便宜一点哦，这个都好。反正我还是建议要整理整理，化妆，然后才出租啦。最后你要知道，建议你整理后化妆后再出租哈。我的建议是你就是做小整理，然后再出租，这样就好了哦。这是要花钱哦，这不是不要花钱哦。花钱是买那个家具跟家电哦，其他的工啊，预售屋交屋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工啊，不然你就自己做啊，不然你就跟你老婆下班之后去做，当个美术作业哦，美劳作业这样。它只是这个美劳作业现在是一个房子哦，就这样。刷油漆、跳厕所那都不难啊，真的是不难哦。小整理怎样叫小整理哦？就是你是不花钱叫工班哦。比方说地板，现在很多啊，都直接给 SPC 哦。我觉得那个是我没有不能接受。人家说瓷砖比较好啊，这样这是便宜啊，怎么之后要换？但以出租的需求来说，这个够了。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处理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铺那个地板啊，也有那种不用卡扣的免胶地毯、静音地垫什么的。然后边缘啊那些细细缝缝，你再打矽利康，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你去把一些基础的家具买来摆一摆，哦，像 IKEA， 反正你常看我的频道你也知道，我一直鼓吹说 IKEA 怎样弄你就怎样弄，那个都是无数的专家设计师开一大堆会开出来的哦。那你直接去抄他那个东西哦，他怎么摆你就怎么摆，那东西都有卖嘛。然后你发现他这样摆很好看，你观察一下它的光线是窗户引进来的还是怎样，你那也没有窗你就加一盏灯哦。然后它地板是深色，所以铺这样很好看。那你看你要不要去弄深色的木地板来贴一贴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弄，像这张图哦。哎呀，就一个简单的沙发再加一个地毯啊，这样就差很多。这什么东西差很多？感觉差很多哦。然后像卧室啊，你就是床架、床垫以外，你把床包都一起搞定哦，你就直接把它弄好，IKEA怎么摆你就怎么摆哦，就这样哦。那冷气也要装哦，我一定会装。我认为冷气是人权哦，冷气、热水器哦，洗脱烘这东西还有网络，现代人权。有没有电视反而我还是会给啦，但是现代人好像不怎么看电视哦。有看电视他也不要第4台，他要那个盒子哦，那可以去看一大堆中国大陆的频道啊什么的。那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哦？就是要做到让人家一卡皮箱入住，这样你就可以很快的租掉，而且你的租金可以拉高。明明都是同一个交屋的社区，人家不整理，你整理的好好的，让人家一卡皮箱入住，你租金是可以高人家很多，高一截，而且你会比较快租掉，这是真的哦。为什么？因为这整个社区大概只有你这样弄哦。别人要弄，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啊，他们会看现在都是要请设计师、请装潢去重新弄了哦，就这样，这也很容易发生哦，因为预售屋交屋他们要申装潢发票来扣那个房地合一税，对啊，你就趁他们来装潢的时候，你小整理，然后就赶快把它租出去了。你小整理都做好哦，然后旁边有一个裸房要出租，然后你会租的比他还快，你信不信？真的，现代的人就是这样。我以前也讲过啊，就是现代的人口袋算有钱，因为他不买房啊，放弃买房的梦想，所以你看双 B 车怎么多，所以他要好东西，贵一点没关系哦，就这样。当然，这个剧本的问题就是什么？你要再掏钱，而且你全屋的家具家电我都算过哦，我算正3房的，应该要30万哦。因为你家具家电要买新的嘛，而且我是都选到国际牌哦，然后家具的话全部都是 IKEA 哦，你只是要出租，你可能可以不用。如果你有什么淘宝大法，那你就用哦，那你就用。我是觉得说，毕竟也算我们的衣食父母嘛，那租客啦哦，所以我会对人家好一点，都国际版。我弄国际版就不能靠背我什么了吧？你说哦，没有，冷气就应该要 Hitachi 好，滚出去，我就不租你了，就这样哦。好，你的全套的家具家电都买起来哦。这有个简单的算法哦，2房就是3台冷气，3房就是4台冷气，因为那个客厅哦，房间数加1，然后洗脱烘，然后热水器，然后电视，你这样家电哦，还有冰箱，这样配一配都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家具，家具的话 ，IKEA 有很多那种分组的，就是它柜子也单卖哦，层架也单卖，可它其实有卖一整组的哦，尤其是那个电视墙哦，电视柜那边 ，IKEA 的东西哦，配在现在的小房子里头，我会说刚刚好哦，
以前的像我的中古屋，我拿那个IKEA来摆，我感好小哦，就觉得它的家具好小，看起来很不大气这样。但以现在的小房子来说，我真的认为是刚刚好的哦。IKEA 哦是被人家笑的，你知道？他在南美洲在拓点的时候是被人家笑什么？不是笑它设计，不是笑它价钱，是笑说谁家房子那么小哦。殊不知东亚都这么小，所以你就去抄吧哦，就这样。那如果你不想要花钱的话，你至少要选第二种，就是说什么？就是你该处理的基本的东西要弄好，不要说你只拍个室内照片，然后那个管线裸露或怎样了，反正你就要租哦，你就至少天花板要给它包一下哦，然后砍灯给它用一用，大概就是这样，不要看到那个糟糕的管线，不然你真的会租很久。我跟你讲，然后能接受这种房子的人都什么？就是便宜就好，其他没差。这种租客问题很多，因为他们是经济需求考量的第一位嘛，他日后出状况的几率是大的哦。反而那种你明明就很贵，然后来租，不是八大就是高收入的族群哦。那这你就现场判断，你就判断出来他是八大的，那你就租给那个嘛，比方说工程师啊，比方说那个专业经理人啊，做主管啊，就这样哈，就这样而已。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说房子的整理后出租我现在非常的有自信不是我自己的房子，而是那个观众的房子另一个观众的房子
那个很夸张，它是中古屋，那个夸张在哪里？它没有采光哎。你看现在建商哪敢盖没采光的房子？中古屋就会出现没有采光的房子哦。然后我很有自信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交屋空屋嘛哦。然后还有一些垃圾我们把它清掉，清掉以后就那个美术之星他们弄的哦，那就去帮他整个房子哦好好的化妆一次哦，化妆一次，把以前那个很丑陋的中古屋的地板，然后就弄成木纹的，好像是塑胶地板吧。反正你就看起来观感差很多哦，然后又明亮，就是要它亮哦，亮亮的。OK， 那就没有怎么人去 care 那个它白天没采光的这个问题。猛的来咯，就是说行情，你那个社区没采光的房子，行情是15000块3房哦，平车中古屋在高雄15000块的租金行情，然后25000租掉呢，对啊哦。那我敢说，我们对那个租客也是很负责任的，其实跟我无关啦，就是我也不用对租客负责，就是他们在讲这个案例，我会说哦 ，OK， 所以我的这个做法哦，真的是可以复制出去的 ，OK， 就是你就把一个东西弄好，这东西叫做卖相，好卖相。你去外面买水果，你去外面逛什么的，你都会挑卖相好的了啊，结果这个房子交到你手上，你这样子原封不动，你就想要租掉，然后还想要租高，不合理嘛？你就去把那个房子的卖相弄好。软装都给它弄上去，绿植做点缀，反正原理还是一样 ，IKEA 怎么弄你就怎么弄，那个就是范本，你就去抄就对了哦。抄出来你就是大众流行，而且是时下流行的口味哦，很难出包，很难翻车。你当然会遇到说这个 IKEA 风格我不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那是他的事哦。那你继续租能接受的人就好了。所以你看，没采光的房子15000，普通的行情可以跳到25000，不是25000啊，2万啊哦，2万我记得哦。反正就是它是有硬伤的房子，这个硬伤也是无法透过那个装潢什么的去处理掉的，然后一样15000可以抬到2万块，搞定哦，搞定。他当然有花钱去整理这一次房子，可是我会说哈，不是说我们15000到多花钱，然后租到2万块，一个月多5000，一年多6万哈，然后多久后可以把这个装潢平回来？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老实说，我们想的事情是说 ，OK， 那这样我可以换到比较好的租金哦，那之后的现金流很健康哦的这件事情，房子拿来就是要整理啊，而且这一趟整理哦，就预留那个伏笔，就是你之后要卖掉还是要一个大整理，把房子的卖相弄好，你也可以不用了哦，就是看到时候你的剧本你想要怎么走，你有一个好的租客哦，健康的租客，比较有实力的租客 ，OK， 这样子相安无事很久没有什么问题啊，哦，这样比较 OK。我反观就是市场中还是有流派在一直很计较说哦，他花多少钱多久平的回来，没有不行哦，没有不行，但是他们很容易会，除非他就自己跳下去做，否则他就很容易会遇到一些我个人认为是把自己推向风险的地方，比方说他冷气都怎样，都买二手的，就是买人家二手的，汰换下来的二手的，然后又丑又旧，可是它就是便宜啊，然后一样给它装上去，这没有不行哦，但是观感上就会有一点落差，然后再来是电器。电器我觉得最酷霸的就是这个，然后坊间还一堆人在教，这很危险的事情。这东西是这样哦，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艺术灯、造型灯哦，通常会用在餐厅哦，餐厅的部分，餐厅不是会吊3盏吗？漂亮的那种，对，现在流行什么云朵灯啊或什么的。OK， 好，那种漂亮的灯在台湾买设计款都很贵，所以他们都会去淘宝买。可是淘宝哦，中国哦，他们是220的电，所以会需要什么改电，把它改成接110的电，它也会亮哦。所以你在下单的时候，你要跟对面的那个淘宝店家的客服讲说你要改成110的电，然后他就改给你了，然后就这样给你运来了。OK， 好，我认为这件事情问题很大哦，问题很大，大在哪里？他有过电检吗？没有他也不知道怎么改的反正他就是改个110的给你啊。那之后啊，这又是你出租的房子哦，之后烧掉烧起来算谁的？对啊哦，所以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有便宜的淘宝可以去用，但是我都不喜欢，尤其是电器哦，我尽量还是选台湾，就是我就怕到时候出什么大事嘛。哎呀，你东西跟人家买几百块的灯，你还要让他赔你一间房子，怎么可能？然后他说那个改电就帮你改了，我觉得不对啦哦，怎样看都不对啦，所以我都尽量是使用那种品牌货哦这样子可溯源嘛之后要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有保险啊，就是这样哦。我真的是不建议你电器去用淘宝的东西，你那个其他软装的，比方说挂画或是窗帘这个无关痛痒的东西，你爱用你就用但是我不建议你电器都转到去淘宝买，除了什么什么小米系列否则我都认为那个风险真的，他改电他就改给你了，就跟你说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嘛？大概就是这样，要整理了。现在新的那个交屋那个管线串的完全
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弄我不包天花板，我没办法弄再讲一个就是很常发生，然后我家现在业界我也没看到什么比较好的解法，就是说现在不是很多做一房一厅，一房一厅1+1不是2房1房1厅它的布局通常是什么？就是长条形的，就一个长方形这样过去，然后你门打开，左边厨房 ，OK 你就往前走，那就是客厅，然后再往前有床，然后就阳台，就一个厕所，就这样。一房一厅有可能厕所给它安排在阳台那里，因为这样厕所会有对外窗，也可能安排在一进门就跟厨房那样对起来那个就没有对外窗，可是你的那个窗边的那个落地窗就变很大面，我都有看过这个安排。可是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厨房都会给它安排在门附近就会这样。为什么？厨房它如果要给它安排在后面的话，那就会挡到落地窗，再加什么？再加你哪有人把厨房放在房间里？因为后面通常放床那就会发生一个问题。还记得我前面讲说，我认为以居家来说，最大致的管子是什么？是排烟管。好，现在一个狭长型你想象一个长方形就你一进门旁边就是那个厨房小吧台，然后还给你接，不管你是明火还是用电的，你还是要有那个排烟管嘛。结果那个排烟管你要怎么办？你那个排烟管一排好一点的，我看到好一点的案子是它让你排在外面。外面是指说就伸出去，伸到上面天花板出去，走廊然后这几户的一起出去，有这种做法。那通常就是他在那边摆好厨具，可是排烟管也没帮你拉，你看了你后面你要自己想办法。你那个排烟管怎么弄？你要这样子拉过整间房间然后中间还有横的梁你要能匍匐过去，然后这样子一路出去到那个阳台，你才排得了烟莫名其妙。建商现在就敢这样子弄那这个麻烦在哪里？它管子那么大只，那就变成说你包天花板，你到底要怎么包？那个中间还有那个下层还跟梁柱那所以你包天花板要包的比它还低那整个房子看起来就会很低。那么低又不行，那个通常就是承重柱，所以你也不能在上面怎样塞抗打洞过去，然后穿管子过不行，所以它那个梁就已经在肥了。你那个排烟管还这样匍匐过去，我靠！你看你天花板要拉到多低？就恐怖所以那个就变成必须要找装潢去用不然的话就要约法三章，这边只能煮水干嘛的不然就煮菜如果煮菜或怎么样的话自己去处理。也很难处理，为什么？因为人家就煮了嘛，租客哪有那么乖？你说不能养宠物，他也不是捡猫回来。然后他那边一煮饭，现在新的案子的那个烟雾侦测器很敏感就很敏感。那个敏感是敏感到人家不敢煮饭等级的这种敏感。为什么莫名其妙做那么敏感？到底是要干嘛？就这样都是问题。所以还是要整理，整理完之后才能够让你放心出租，你也选得到比较让你放心的租客。不然便宜租谁不会你就一间交屋，然后看59以上人家多便宜，你就比他便宜1000块你不会租掉？那件事情国中生来都会，有什么意义吗？就没有我们都在做房地产的，就对租客好一点我们自己去挑选租客，然后对那个租客好一点，东西给他用好一点，以后问题少一点。就我的流派，我的剧本是这样我们不会去跟人家克扣什么，我不太喜欢这个也只是我不喜欢。就我自己的房子，我会好好去弄，我都是国际牌，但是。如果你要去用和联或者那也没关系那也是你的选择，我也不能说你错还是怎么样，我只是说我们都做房地产的，我们是那个口袋里有一点小钱的人，那能够好好的照顾租客，我们就去吧，就这样。至少我做到现在，我的租客没有什么大问题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跟你分享。对，我还会加那个免治马桶座，一样是国际牌的免治马桶座，你光这个东西租金直接往上拉，每个月500做得到，因为这个东西你在外面的租屋处要拿到太难了。然后他们一看，哇，是新的哇，新的免治马桶真的这个还没拆很兴奋。那个东西是很加分的，那个也不便宜，那个1万多块，可是你就装了，那个是生活品质真的是生活品质我认为我的租客他有值得他有值得，所以我会装给他，跟你分享。